没想到陈晨涵真的把王者卸载了，他还把卸载截图发给我说，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，说吧。我洗完澡才看见他的回答，见他语气不爽，颇为烦躁，我要表白的话到了嘴边，又有些犹豫了。我只能试探性地说，那啥，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，打算去表白。对话框里沉默了2分钟，他才说，哦，去呗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爱喜欢谁，喜欢谁去。我又没兴趣知道，我顿时委屈，你就不好奇这个人是谁吗？然而过了10几分钟，我和陈晨涵的对话框里也没有输入的痕迹。我摇了摇头，起身自己去开黑，打算在峡谷决战到天明。等我走后几分钟，陈晨涵的消息发了过来，是体育系那个黑皮小子。算了，我也不想知道，我不感兴趣，我不是爱八卦的人。不过你品味真独特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他白袜子提那么高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个不正经的家伙。好吧，我其实是看见他给另一个人清小草莓，怕你受伤才没说。不回我，不是他，去表白了。不会是那个艺术系的小白脸吧？是，他是要我给你递情书，递了1个学期，然后我一张也没给你。那还不是因为他太花心了，走路像是扭秧歌，拍那网红视频就会甩头发，整天一群小迷妹围着他转，他惯会掉妹。不是我说，你怎么喜欢的都这么极端？你要是想做同期或者当后宫，我都不拦着你。不是，你和我认识这么多年，不至于品味还这么差。让我想一想，不是这俩的话，会是谁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俄语专业的文弱的学术分子吧。果然好学生喜欢好学生。那小子来找你了？行，被我威胁了这么久，还能有这胆子？小念男，我和你说，这家伙真不行。平时当我面一个屁也不敢放，只会说奉承话，背后小动作倒是一套一套的，抢好几次表舅了。懦弱无能，只会玩阴的。算了，喜欢谁反正是你的自由，我管不着。明天我还要和你一起去图书馆背书吗？还用我给你占位置不？估计不用，你和你男朋友去了，哪有时间管我？想必你男朋友会讨厌男闺蜜。那既然如此，作业我也不做了，书我也不背了，饭我也不吃了，觉我也不睡了。明天等着老师来骂死我吧。你不用自责，也不用联系我，反正我是没人疼的路边野草。你和你对象甜蜜蜜去吧，我就去把所有游戏下回来，正合我意。不是，真不管我。叶念南，你没有心，你管了我这么久，说不管就不管了吗？这么久没回我，看来是已经表白成功了呀。行，表白成功了就把我删了吧，免得到时候惹你男朋友吃醋。叶念南，我真看不懂你。明明前2天和我去私人影院看《建军大业》的时候，还说要我好好学习，一起考研，还给我送了考研高分攻略，就在转头就去喜欢别人去了，是吧？给你补完课，利用完我就算了？难道是因为我没他们黑，还是没他们白？总不能是因为我屁股没他们翘吧？我也很有料，好吧？要不我再给你看看我的腹肌？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是那个男生约你吗？再不回我，我就去把他们几个都抓到你宿舍下面来。看看是哪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游戏连胜5场的我重新拿起手机，然后被陈晨涵的99条消息惊呆了，没忍住直接骂了一句：我敲，见鬼了，他该不会玩真的吧？我被吓得赶紧去宿舍窗口往下看，见底下没几个人，还是稀稀拉拉几个女生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接着就是兴奋，这家伙果然是在乎我的。我当即回他，我刚才在忙。不是你说的这几个人。陈晨涵这次几乎是秒回，他说那是谁啊？你不会为了玩个真心话大冒险编个人出来吧？你的圈子多大，我能不知道？我竟然被他的脑洞逗笑。这人你认识？是你们电竞社的。那头他发来几个惊叹号表情包，然后他说不可能吧？好啊，这是背着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呀！我乘胜追击，就是不提这人的名字，急死他。顺便翻看他刚发的那些消息，边看边笑着逗他说，我喜欢的男生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。我生理期会天天给我倒热水，给我捂小肚子。有他在，从来没人敢欺负我。陈晨涵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重新输入：你瞎说，除了我还有谁做过这些事情？我们社团的，让我想一想，不是，小念男，我们社团总共除了我和你接触过的，也就我那菜单舍友。等等，你会不会是喜欢他吧？糊涂啊，糊涂啊！他哪点比得上我？他是比我有钱，还是比我长得帅，还是比我了解你？这门亲事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陈晨涵说着，甚至委屈上了。你怎么能喜欢谁都不告诉我？我趁机反问他。那你呢？你喜欢谁？你也告诉我呗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喜欢谁。如果就我告诉你，也太亏了吧。
这样咱们互相交换，你告诉我你喜欢的人是谁，我再告诉你我要表白的人，怎么样？我一直都知道陈晨涵有喜欢的人，但是他从来没和我说过，每天手上都带着一个小小皮筋，生怕别人看不见一样。陈晨涵果然不说话了。我就知道，你要是不想告诉我就算了。陈晨涵突然着急回我，不，没有不想告诉你。过两天你生日宴上，我亲自告诉你，这种事情不能太潦草，不是吧？他这是要杀人诛心吗？告诉我喜欢的那个人是谁都要这么慎重的吗？不知道是哪个女生，居然能被他这么认真的喜欢。我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，甚至都没搭理他。陈晨涵见我一直没理他，连发了好几条消息。怎么了？你真的很着急知道吗？就2天，就等我2天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小念男怎么不回我了？明天去图书馆的，对吗？我就去准备明天要学的东西。我看着对话框就来气，直接对他说，不去，等我生日宴会上，你告诉我了我是谁，我再理你。呵呵，要是他真的没骗我，要是他真的有喜欢的人了，我就不理他了。老娘可不要一棵树上吊死。除了那个黑皮体育生，其他几个又不是不可以。之后陈晨涵的消息我都没有回，这一晚上我都没有睡好，梦里被陈晨涵追着跑了一晚上的图，跑得我筋疲力尽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被妖精吸干了精血的样子，而且满脑子都是陈晨涵那张贴着我的大脸，还嘴里喊着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该死的，谁想知道他有喜欢的人了？是他，陈晨涵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妖精，千年的狐狸精，专门来吸我精血的那种。周日我生日，今天本来想约着陈晨涵去图书馆，顺便去订蛋糕来着。没关系，我就再一个人去订也行。我和陈晨涵是青梅竹马，在上大学前，什么生日宴都是一起办的。这家蛋糕店每年我都会和陈晨涵一起来。店老板和我们很熟，他看见只有我的时候还愣了一下。咦，小念男今天怎么一个人来的？琛涵的小子呢？哈哈哈，你们不是一向是连体婴的吗？就再不是了，人家有喜欢的人了，马上就要不理我了。他嘎了，我今天就自己来了。店老板一看我表情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笑眯眯地点点头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小年轻吵架真是好玩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蛋糕要订哪一款？酒店还是往年一样的那个吗？我指了指一个绿的发光的蛋糕。就订这一款吧。酒店还是和之前一样，麻烦你了。店老板看着那个蛋糕好几眼。你没开玩笑？我回他。没有。他说。行，明天开始做之前都能反悔哦。就先预定上了。我对他淡淡一笑，随后扯着皮笑肉不笑的嘴角走了。一整天我都给手机关了静音，甚至都没兴致点开微信去看。等回了宿舍，全部收拾完，躺在床上，我才慢悠悠地点开了手机界面。果然，99加的消息，而且都来自一个人。发了疯的陈晨涵，小面男，你真的不理我了？我明天就告诉你，真的，明天宴会上我一见到你，立刻马上就告诉你。你是生气了吗？不是吧？你真的不回我？转账5200，你就在对金钱也没有欲望了吗？转账52000，转账52000，你不是也有喜欢的人吗？这样你把你喜欢的人告诉我，我立刻就告诉你怎么样？告诉你奶奶个锤子！我就是烂在肚子里，我都会告诉你。小念男，你理我。那你要不要听我给你讲个八卦？我刚刚在宿舍里听见的，我刚好看见这一条。有八卦不听是大蠢蛋。我回他讲，这消息刚刚发出去，对面消息就连环炮一样的又发射了过来。陈琛涵6，你能不能别再因为这件事就不理我了？理我？我都想不通，你怎么能一整天都不理我？你怎么舍得伤害我这么一片赤诚的心的？赤诚了个屁，已经发光发绿了。生气归生气，别和钱过不去。小念男，快把钱收了，然后再教训我，行不？难道连我在你那里最后一点给你花钱的作用都不允许了吗？小念男，你别太狠心，这家伙真会给自己加戏。我就不收，我要狠狠地惩罚他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了我们小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样子。他第一次出就在幼稚园的时候，我们幼稚园正好在玩滋水枪，老师让我们带他玩，于是我就滋了他一脸的水。他当时是站在墙角，敢怒不敢言，恶狠狠地看我。而这次我梦里，这死家伙居然瞪着一张楚楚可怜的脸蛋看着我说，姐姐多姿点，我喜欢。不是，早上我醒的时候，我都要被自己这梦里的恶趣味给震惊裂开了。都怪他昨天对我这么说话，我都变态了。生日宴会摆在晚上酒店，我和陈琛涵的爸妈都在国外度假，赶不回来，所以这次宴会上面喊的都是我和陈琛涵认识的同学什么的，里面有男有女。里面肯定有陈琛涵喜欢的那个女生。我穿着晚礼服，站在头顶的聚光灯下，看着中间池子里的人。
视线一会落在那个一字肩、肤白貌美的细花身上，一会又落在有着黑珍珠名称的黑皮提升女神的身上。左右看了好久，每一个我都觉得陈琛寒这家伙配不上。我来的有些早了，还有好多人没有来，陈琛寒就是其中之一。在宴会开始前面，他突然和我说院里临时有事，他要晚点来。哼，是，他个大忙人，昨天不忙，明天不忙，偏偏就在忙。我撇了撇嘴，靠着围栏拿着酒杯喝着小酒。叶姑娘，一声温润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我挑眉看去，是那个陈琛寒口中不正经的艺术系的小白脸。这家伙我有点眼熟，之前刚开学的时候，他好像准备帮我拿行李，但是被陈琛寒给半路拦截了。其实我确实不喜欢这种类型的男生，我喜欢的类型是比较能扛得起我的拳头的那种。他这样的，我是怕我稍稍话一重，他就能哭出来，这可不行，我可不想带小孩。不过就在你可能不记得我了，我是跳民族舞的，我叫顾长明。我看着他淡淡的一笑，我记得你，学长，刚开学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准备帮我拿行李来着？顾长明眼睛一亮，是的，不过当时被你的那个发小给拿去了。顾长明一说到陈琛寒，眼神就有些复杂了起来，有一种气急的感觉，有些好玩。我和他聊着聊着，他就走到了我的边上，还和我碰杯喝了好几口。我自当也是如此，不过因为我酒量小，所以没准备喝多少。但是这家伙就像是没有眼力见一样，看见我杯子里的酒要没有了，就从边上不知道哪里又拿出了新的给我倒上。几番下来，我也喝了不少，脸都开始发烫了起来。直觉告诉我不能再喝了，所以在他还准备再给我倒酒的时候，我就拒绝了他。学妹，今天可是你生日，不醉不归呀。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好酒，你不再喝几杯吗？他的眼神好真诚。我张了张嘴，拒绝的话就在嘴边，但我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，乖乖地接过了他的下一杯。就在他看着我喝掉酒杯里的酒，摇摇晃晃站不稳，准备上手扶住我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好熟悉的声音。我脑子就在转得有些慢，一直等到那双温凉的手牵过我的手臂，将我拉了过去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人是陈琛寒。你放开！我还在生气，下意识的就想和他作对，在他怀里挣扎。陈琛寒，你没听见吗？小念男叫你放开他。被截胡的顾长明冷笑了一声，看他。陈琛寒的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冷气，他的怀里好不舒服。闭嘴！我和他的事情轮不到你来管。陈琛寒生气了，我都不记得多久没听见陈琛寒这么生气的说话了。本来趾高气扬的顾长明都被吓了一跳，看看陈琛寒怀里懵逼的我，又看看陈琛寒，说了一句你等着，然后就走了。切，没意思，我脑子晕乎乎的，下意识就把我想的给说了出来。陈琛寒像是被我气笑了，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抬头去看他。呵呵，没意思。叶念南，你想要有意思什么？他好生气，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生气过。今天确实是我的错，哪怕是就在用我那乱糟糟的脑袋去想，都能知道，要是陈琛寒没来，我会有多危险。但是我就想气他，我一想到他喜欢别人，我就不想搭理陈琛寒。他捏得我好疼，我一边推他，一边说：“谁要你管了？你多管闲事。”陈琛寒瞳孔一缩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倔强地推搡他：“你去管你喜欢的女孩子好了，还管我做什么？我才不要做第三者！你别管我！”陈琛寒愣住了。其实我也愣住了，但我有理，所以我红着眼睛凶狠地瞪他。都有喜欢的人了，你还招惹我做什么？陈琛寒看见我的眼眶发红，一下子就愣住了，随后就知道自己闯祸了。我的错，我的错！陈琛寒抬手不知道在擦我眼角的什么东西。我没喜欢别人，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。你放屁！我才不信他就在的鬼话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你要是真喜欢我，为什么前天不说？陈琛寒的话卡在嘴里说不出来。我就知道，他就是在骗我。我气呼呼的就要把他推开，陈琛寒牵住了我，不让我动。因为你跟我走。陈琛寒居然露出一副娇羞的样子。我敲什么鬼？我迷迷糊糊的就跟着他走了。陈琛寒带着我走出了酒店，外面的风有些冷，我穿着一字肩小礼服，这风吹着有些冷。陈琛寒感觉到了我的瑟缩，脱了他的西装外套，随后就套在了我的身上。陈琛寒居然穿西装了，刚才太生气，我才发觉这件事情。陈琛寒一向是讨厌穿这种过于正式束缚的东西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你比那个艺术系的家伙还可疑呀！陈琛寒转头看完，你怎么能拿我和他比？我伤心了，小念男，这油嘴滑舌的家伙。终于，在走进酒店的后花园之前，他停住了。陈琛寒难得有些紧张，他拉着我的手往花园的里面走去。还没有走到里面，我就看见一丝亮光，我好像有点猜出什么。果然，
没几步之后，满院的玫瑰暴露在了我的面前，天上还有投下光束的直升机，脚下还有玫瑰花路。刚才酒店里面的人就都站在花园里看着我们起哄。啊！我磕的 CP 成真了，郎才女貌，好般配呀！我敲，叶校花又漂亮出了新高度，他们俩真是配我一脸。呜！我慌慌张张地抬头去看陈琛寒，陈琛寒这家伙也在看我。你做的明知故问，是吧？陈琛寒学着我问他问题的调调回我。做这个事是干嘛的？显而易见。陈琛寒笑着说，表白的。你和谁表白？我感觉我快烧起来了，周围的目光太过灼热。和你表白。陈琛寒拉住我的手回我，他这家伙到底能不能好好说话了？陈琛寒牵着我的手走进花海里，周围的起哄声越发强烈，紧张的我简直都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叶念南，陈琛寒把我拉到最中间，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掏了一束玫瑰花出来。这束玫瑰花嘎嘎的大，有我4、5个大脸盘子一样大。我紧张的视线乱飘，一眼就看见了站在我们边上的小黑皮体育生，还有那个文弱的学术分子。我合理的怀疑是陈琛寒故意将这2个家伙拉过来的。陈琛寒对着我单膝跪地，又从屁兜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。我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一个小盒子。我敲，我脑海里一下子闪过各种的求婚旧场。不是这么快的吗？叶念南，我喜欢你好久了，从我第一天遇见你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你拿着手枪滋我一脸水的时候是那么可爱，偏要给我塞你亲手做的粘土小玩偶的样子是那么迷人。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，但我就是喜欢你。这是我们初见时候的定情信物。陈琛寒把小盒子打开，里面居然是一个粘土小玩偶。叶念南，你说你喜欢我，所以给我这个。我当真了。我也喜欢你。陈琛寒此话一出，本来站在边上等着抓耳挠腮的人纷纷叫了起来。我敲，救命啊！居然还是青梅竹马，郎才女貌，呜！他们帅哥美女都是内部消化的，这就是别人家的竹马和青梅吗？为什么我的竹马长得人模狗样的？媳妇从小养起，救命啊！我死了！快来的人把我杀了，给他们助兴啊！别问，问就是10几年的暗恋。呜，这种竹马哪里找啊？国家给发吗？我也想要。呜！我敲，他们疯了吗？陈琛寒这家伙哪里有那么好啦？所以呢，我红着脸看他。陈琛寒也紧张地咽了咽口水。所以你愿意做我的老婆？不，是先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小念南，大概是酒喝多了，我的脑袋有些晕晕的。我看着灯光下的他，也不知道脑子抽了什么筋，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抬手勾起了他的下巴。下次在单膝跪地的时候，我希望是你向我求婚。而盒子里装的是戒指。我敲，我在说什么呀？啊，叶念南好帅啊，受不了了，他好霸道，我好喜欢。救命啊，好甜。呜，这就是双向奔赴的喜欢吗？救命啊，我也想要。咦，边上的那个是不是艺术系的钢琴小王子来着？他是不开心吗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哎呀，大概是灯光效果的原因吧。呜，我敲，好甜，受不了了，我要得高血糖了。陈琛寒像是以为自己听错了一样，呆呆地看着我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求婚？你愿意嫁给我？就在就可以吗？那需要我就在就求婚吗？不行，太草率了。就在的场景还太小，不能用来求婚。我马上就去准备求婚旧场。他的嘴巴怎么像是机关枪一样？我一把扯住了他准备跑的动作。你急毛啊！别逼我在最愉快的地方扇你。陈琛寒做出一副受伤的样子看我。知道了，小念南。我把花从他怀里拿了过来，随后勾过他的胳膊。好了，我同意了，就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了。这一晚我们在酒店玩到了很晚，这些家伙都在灌我的酒。陈琛寒也喝了好多好多，包括我的那一份他都喝了。晚上离开酒店的时候，我和他都有些意识不清楚。陈琛寒的家就住在我家的边上，回去的时候我们坐的是他家司机的车，车的后面昏昏暗暗，我和陈琛寒2个人坐在阴影里，空气里掺杂着醉人的酒味，还有暧昧的气息。我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温热的东西贴近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陈琛寒已经牵上我的手。这手明明之前牵过好多次，但是就是这次的感觉非常不一样，好紧张，我甚至都不敢动。我们安安静静地牵了一路的手，也不知道过去多久，汽车终于在我家门前停了下来。我下车，陈琛寒也下车。我奇怪地看他，发觉他也在看我，月色迷人，他的眼睛好深情。我看见他的脸逐渐地贴近，
随后一个浅浅的吻落在了我的唇边。未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又悄悄地舔了一口我的嘴唇。今天的口红味道是巧克力味的。我敲他什么时候那么会了？别太犯规了。我红着脸一把甩开了他的手，随后急急忙忙地跑回了家里。这一晚上一夜难眠。陈琛寒调着表白的日子实在是太好了。我们第二天学院里就开始各门科目结课考试，忙得我们几乎一整天都没什么交流。终于在我今天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出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一个温热的气息突然靠近，把我拉进了厕所的墙角里。我一抬眼就看见了陈琛寒的帅脸，昨天那一吻一闪而过。你做什么？陈琛寒的视线从我的眼睛上一路往下，最后停在了我的嘴唇上。他小鸡啄米一样的轻轻吻了一下，来调情。你吻就吻，偷偷摸摸的做什么？我们两个挤在这个厕所的后面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好羞耻。陈琛寒笑了一声，行啊，我都行，小念男别跑的，我找到就行。这什么话？他这什么话？我哪里跑了？寒假来得很快，最近几天我家政阿姨有事不能来给我做饭，我是想要亲自下厨的。不过可惜，鉴于我第一次做饭就把家里锅烧炸了，我爹妈严令禁止了我想再次下厨的行为，说大不了让我点外卖。我晚上是被饿醒的，正准备点个什么外卖来吃，刚刚起身，却突然闻到了一股好香好香的味道。我眼前一亮，开门下楼，一眼就看见了穿着围裙的陈琛寒。田螺姑娘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从后面搂住陈琛寒的腰，她身上的味道好好闻，在我们小念男睡得流口水的时候来的。马上做好了，你去外面坐会吧。陈琛寒的手艺实在是太好了。我爸妈和他爸妈经常组团出去玩，小时候我都是点的外卖，后来有一次食物中毒进了医院，差点挂掉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是陈琛寒有时间，他就会来给我做饭吃。别管，对象要从小培养大。昨天晚上熬夜了吗？怎么起这么晚？马上都要7点了。陈琛寒边做饭边说话。这还不是因为你晚上，因为你一到晚上就跑进我的梦里做些变态的事情。我每次刚睡着就会被吓醒，一醒过来就彻底睡不着了。我晚上什么？陈琛寒企图转头看我，什么也没有，单纯玩手机玩过头了。你做你的饭去吧。我把他的脑袋扭了过去，不等他多说什么，转头就跑。陈琛寒这家伙今天也不知道干嘛了，吃完了晚饭也不走。他不走，我就赖在房间里不出来。叶念南，我走了。陈琛寒站在我房间门口，对着里面说：你快走吧，我躲在房间里不说话。陈琛寒说了一声，随后外面就安静了。我等了好一会，外面都静悄悄的，想着大概他是真的走了，就去开门。小念南一双大手趁机搭在了我开门后的门框上，防止我把门关上。你没走，这家伙怎么能这样？陈琛寒挑眉看我，扯着嘴角笑了一声。是呢，谁叫你躲我？男朋友好委屈呢，这家伙的脸上哪里委屈了？你别给我装。我气呼呼地看他。女朋友凶我，他边说边踏了一只脚进来，回答我，躲我做什么？陈琛寒大半的身体都已经探了进来，不知道这家伙在秀什么，大冬天的就穿了个老头衫，手臂上肌肉硬邦邦的，看得我眼睛都直了。梦里那些旖旎的画面一股脑的全涌进了我的脑海里。我正不知道说什么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开门声。我和陈琛寒猛地转头看向外面，两张笑得合不拢嘴的脸出就在了我们的面前。我敲，是我爹妈。我也不知道我脑子抽了哪根筋，一把将陈琛寒扯进了房间里，不管3七21，还把他塞进了我的衣柜里。别出声，我警告他。陈琛寒一脸蒙圈地看着我，突然他说了一句：我是你的小情人吗？好像不是。那我们成年了吗？好像成年了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躲？是啊，你为什么要躲？我恍然大悟，他没必要啊。我爹妈都知道他们宝贝女儿是个厨房杀手，隔壁邻居小男生会来做饭，但是没时间了。他进了我的房间，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等我把他再扯出来，我房间的门就被敲响了。我慌慌张张地把衣柜门一关，小跑到了房间门口。爸妈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他们两个拽着我好一顿七嘴八舌，在外面说没意思，还把我拉进了房间里说：你快毕业了吧？怎么样？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心动的男孩子啊？我敲，怎么这么突然？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没说出来。他俩对视一眼，没有吗？难道？怎么会？你都多大了？难不成你喜欢女生？我呆住了。都什么和什么呀？你们想到哪里去了？说出来怕吓死你。我男朋友都已经领到家里来了。我有喜欢的人，是那个艺术生吗？嘻嘻，我在你们艺术节上看见过你和他的合照。
砰！衣柜门发出了什么碰撞声。陈琛涵这家伙，不是，我不喜欢这类型的。我妈做出可惜状。哎呀，那难道是那个学俄语的？他也长得蛮帅的。开学我记得他还帮你拿过行李。砰！衣柜又响了。我连忙开口，不是，你们别瞎猜了。我紧张的视线时不时往陈琛涵那里看去。我爹妈到底是精明的家伙，没几眼就看出了我的不对劲。他们又对视一眼，我爸面色沉沉地站起身走向衣柜。完蛋了！我们警告你，如果这衣柜里藏着什么活体东西，你就死翘翘了。衣柜门打开，陈琛涵那种呆逼的脸出就在了我们所有人的视线里。他微笑着向我爸伸出了手。叔叔，晚上好啊。客厅里，我爹妈和陈琛涵爹妈坐在一起，我和陈琛涵坐在他们对面。陈琛涵爹妈脸很黑，我爹妈不好说，反正满面春风。陈琛涵，哪有你这么追人家女孩子的？大晚上的像什么样？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陈爸越说越生气，站起身给他一顿胖揍。我心一跳，不是吧，这么严重的吗？眼看着陈爹的拳头就要落在陈琛涵的身上了，我下意识的就护住了他。不，是我把他拉进我房间的。叔叔别打他了，要打就打我吧。陈爹撸袖子的动作不停。小念男，你别护着他，你要是以后不想和陈琛涵在一起了，传出去被别人说了，我们家真的太对不起你了。你看我不打死这个臭流氓。陈琛涵也不知道脑子搭错了什么筋，倔强地瞪着他爹。眼看事情发展就要爆炸了，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，不会的，我和陈琛涵会在一起一辈子的。噗嗤，哈哈！被我护在怀里的陈琛涵笑出了声。本来凶神恶煞的陈爸妈还有我爸妈互相对视一眼，随后4个人也笑了。为什么我感觉到了什么阴谋的味道？哎呀，我们磕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成真了，实在是太欣慰了。我看着我爹妈还有陈琛涵爹妈4个人已经开始亲家母亲家公的喊了起来，心一下了然。好啊，这些家伙居然合伙骗我。领完毕业证书后，我们宿舍和陈琛涵宿舍一起约了去玩沉浸式剧本杀。剧本杀很好玩。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，我被他们叫到了小洋房的阳台边。陈琛涵站在围栏的外面，我一愣。就在我紧张地问他要干嘛的时候，陈琛涵突然对我一笑，随后两手一松，在我的眼前掉下了楼。陈琛涵，我惊恐的出声，立刻挣脱了其他人，冲下了楼。走廊里也不知道为什么黑漆漆的。就在我冲出了小洋房，赶到陈琛涵跌落的地方时，眼前突然被涌起的气球遮住了视线。漫天气球在我眼前升天，脚边一瞬间亮起了无数的星灯。比他表白的时候更加壮观的粉红色花海出就在了我的面前。头顶的无人机根据电脑设定的数据摆出指定的造型，一双手和一个戒指。我的视线在周围一扫而过，随后落在了花海尽头正对着我傻笑的陈琛涵的身上。他的背后是光。我的心跳从来没有这么快过。在周围人的起哄声里，我红着眼睛向陈琛涵走了过去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笑着和我说：叶念南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